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偏偏。由于电锯惊魂是禁片，所以从本周开始，偏偏开始说我最喜欢的一部脑洞动画神作《Rick and Morty》。这部动画主要讲了一对外公和外孙的奇妙冒险经历，爷孙俩的名字、外形和职业都明显致敬了经典科幻片《回到未来》里的博士和马丁。因为瑞克和莫迪这两个名字太难记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估计都分不清谁是瑞克谁是莫迪。所以我们根据他们的着装颜色给外公起名叫老白，外孙起名叫小黄。老白是一个天才科学家，而他的外孙小黄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老白经常带着小黄穿梭于宇宙的各个次元进行科学探险。现在给大家说一下第一集，第一集是试播集，没啥意思，只是对出场人物进行一个大概的介绍。主线剧情就是外公老白如何说服小黄的爸爸妈妈同意让小黄经常逃课陪自己搞科研做实验。OK， 说完了，下面开始说第二集。本动画采用双线叙事，基本都是老白和小黄为主线，小黄的爸爸妈妈姐姐为支线。先说主线，老白发明了一个能进入他人梦里的仪器，他想和小黄一起进入小黄老师的梦里，把给小黄打满分这一想法植入老师的大脑，这样小黄就可以不用担心功课，天天跟着老白搞科研了。这里明显致敬了诺兰的科幻神作《盗梦空间》。小黄说，既然你这么牛掰，直接帮我做作业不就完了？老白说，作业有害智商，少做才是正解。然后俩人就来到老师家，进入了他的梦里。梦中的老师在打飞机，坐飞机。他喜欢的肥皂剧女主成了空姐，俩人在打情骂俏。老白和小黄伪装成恐怖分子，威胁老师给小黄打满分，否则就引爆炸弹。没想到老师在自己的梦里非常强势，掏出2把机关枪对着爷孙俩就是一通扫射。老白只好绑架了老师喜欢的空姐作为人质，导致老师的潜意识崩溃。乘客们大吵大闹，打开了舱门。老白和小黄已被吸到了空中。如果在别人的梦里死亡，那么他们在现实世界里也会死。但是如果进入更深一层的梦境，时间就会延长100倍。被逼无奈，俩人只好又进入了空姐的梦里，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场没羞没臊的假面淫乱趴。此处致敬了科幻名导库布里克的遗作，由阿汤哥和尼可基德曼主演的《大开眼界》。小黄还在这里见到了他的姐姐，看来老师潜意识里对小黄姐姐有非分之想，所以他的梦中梦里，小黄的姐姐就成了色情狂。一个半人马看守冲出来说，老白和小黄扰乱了秩序，两人将计就计，又进入了半人马的梦里。但是万万没想到，老师的梦里的空姐的梦里的半人马的梦里，居然是恐怖的猛鬼街剧情。一个山寨版的 Freddy， 也就是猛鬼街里的杀人魔，开始追杀老白和小黄。两个人在逃亡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一边跳绳一边唱歌的小女孩的梦里，发现依然是这个场景，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梦的最底层。而众所周知，猛鬼街里的杀人魔本来就是可以在别人的梦里穿梭的，两个人只能找地方躲起来。杀人魔找不到他俩，只好回家陪老婆孩子吃饭睡觉。老白和小黄又偷偷进入了杀人魔的梦里。能让杀人魔都觉得可怕的梦是什么呢？居然是上课迟到以及忘了穿裤子。在课堂上，杀人魔被老师点名批评不会吓人。此时老白和小黄出现，鼓励杀人魔，说他长成这个逼样已经足够吓人了，还送了他一条裤子。杀人魔醒来以后就和老白、小黄成了朋友。他先带俩人穿梭到小女孩的梦里，杀掉小女孩回到半人马的梦里，再杀掉半人马回到空姐的梦里，再杀掉空姐回到老师的梦里。在杀老师之前大喊一句，叫你丫不给小黄打满分。老师被杀瞬间从梦里惊醒，说了句我一定要给小黄打满分。植入想法作战计划顺利达成。好了，再说支线故事。在老白和小黄出门以前，小黄养的狗小宝在地毯上撒尿，爸爸很生气，把小宝的头按在他的尿上说 bad dog bad， 并且希望老白能把小宝变聪明点。老白说何必呢？人类养狗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在智商方面更有优越感吗？但他还是给小宝戴上了一个智能头盔，聪明的智商瞬间占领高地。小宝甚至学会了上厕所冲马桶。之后老白就带着小黄去老师家入梦，而小宝自己给头盔装满电池，变得越来越聪明，不但学会了说话，还通过电视了解到狗狗以前和狼一样凶狠，之后被人类驯化才成为了宠物。小宝给自己做了一套智能的机械盔甲，联合其他狗把小黄的爸妈和姐姐关进了笼子里。老白和小黄从老师家回来，发现他们家已经被狗占领，救出了爸爸妈妈姐姐。爸爸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然后进屋在狗的武器上撒尿，宣布被他尿过的东西都归他所有。此时小宝也把爸爸的脑袋按在尿里，并说道 bad person bad。 小宝发现了小黄，让小黄做了他的宠物。之后狗狗们迅速攻占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最后统治了地球，人类反而成为了狗狗的宠物和奴隶。看出来了吧？这里致敬了偏偏解说过的经典科幻片《人猿星球》系列，也就是老版的星球崛起。此时老白找到了作为小宝宠物而逍遥快活的小黄，告诉他其实狗狗统治地球都不是真实发生的，而只是小宝的一场梦，他们俩现在都在这个梦里。老白故意给小黄吃下毒药，在小黄垂死之际，小宝非常难过，愿意放弃自己的帝国来挽救小黄的生命。财政大臣劝小宝说，何必呢，陛下，你觉得人类会为了我们如此付出吗？小宝回答，不会，但是我们和人类不一样。小宝从梦中惊醒，他放了小黄一家人，说占领人类世界只会造成更多的残忍和伤痛。他决定带领有智慧的狗狗移民到另一颗星球，还说自己永远都是小黄最好的朋友。本集标题为割草狗，致敬了1992年的科幻片《割草人》，讲述了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割草工人在接受科学实验后变成天才，但也出现暴力倾向，逐步失控的故事。一集20分钟的动画居然采用了双线叙事，信息量如此巨大，还致敬了多部经典电影，既搞笑逗趣又讽刺了社会现实，最后的情感落点还能把你虐哭，不愧是豆瓣评分9.6的动画神作。想听我继续说这个系列的小伙伴就赶紧转评赞吧，拜了个拜。